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大家都熟悉的一名历史人物秦桧。关于秦桧的历史评价呢，自南宋末期以及元明清以来，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认为他是一名奸臣，是负面人物。在老百姓心目中，他的口碑就更差了。但是近年来不知何故，突然刮起了一股为秦桧翻案的风气，很多人著书立说，一定要为秦桧洗白。总结一下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呢，无外乎是两点。第一呢是说，因为秦桧主和，才有了南宋后来的经济发展繁荣稳定。如果真的像主战派希望的那样，与金国人硬刚的话，那以南宋的军力，恐怕早就灭亡了。所以秦桧应该是一名大功臣。再有一点呢，大家知道秦桧最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他主谋杀死了岳飞。为秦桧辩解的人认为，杀死岳飞并不是秦桧的错，真正想置岳飞于死地的是高宗赵构。秦桧不过是一个执行者，甚至有可能是个被迫的执行者，所以跪在岳王庙前的应该是赵构，不应该是秦桧。这些观点呢，乍听起来似乎是有几分道理。那么历史上的秦桧是不是真的被冤枉呢？今天呢，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只要搞清楚秦桧的身份是什么，那么也就自然能够搞清楚他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了，自然也就可以搞清楚他爱的到底是哪个国，忠的到底是哪位君。现在呢，就请大家与我一起走进北南宋之交的那段历史，翻看一下关于秦桧的 X 档案。咱们先来扒一扒秦桧的八卦。秦桧是江苏的江宁人，江宁呢就是现在南京市的一个区。现在据说在江宁区还有一个博物馆，里面有秦桧的塑像。不过这个塑像和中国很多地区的塑像不大一样，这里的塑像秦桧是坐着的。秦桧的父亲曾经担任县令，不过到了秦桧成年的时候，家境似乎是并不宽裕。为了维持生计，秦桧呢曾经做过私塾先生，但很明显这并不是他所喜好的职业。他曾经写诗自嘲说，若得水田300亩，这番不做猢狲王。政和5年，秦桧中了进士，从此走入了官场。这里要特别说一下，秦桧只是进士及第，他并不是政和5年那一科的状元。状元是另有其人，状元叫何立，何立后来官至宰相，应该也是北宋年间的最后一名宰相。他和秦桧一起都是随徽钦二帝北上。与秦桧不同的是，何立在北上途中就绝世而死，死前还遗诗一首，念念通前节，一一返归魂。人生会有死，遗恨满乾坤。而秦桧则是在几年以后，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奴婢和满船的金银财宝荣归故里。所以说坊间流传的秦桧曾经中过状元，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不过秦桧确实有一个状元梦，在他做宰相期间，曾经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的想使自己的儿子孙子中一回状元，但始终未能如愿。他的这番运作中，还将南宋时期的一名大诗人卷入了其中，这个人就是陆游。这个故事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慢慢聊。另外还有一种坊间流传是有关于秦桧的才华的，说现在我们见到的宋体就是秦桧发明的，本来应该叫秦体，就像书法中的颜体、流体一样。但是呢，因为秦桧后来的名声实在是太臭，所以呢就只好改称为宋体，但它实际上是秦桧发明的。其实这也是一个谣传，原因很简单，宋体是一种印刷字体，而并不是一种书法字体。秦桧的书法现在还留存于世，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与宋体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进入官场以后，秦桧被委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密州教授。密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诸城。教授呢，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教授，在当时呢，教授是教育部门一个官员的职称，所以密州教授可以理解为密州教育局的一名官员。而同科的状元何立则被授予了秘书省教书郎的职位。秘书省相当于现在的皇家图书馆，
教书郎呢算是其中一个纵九品的小官，估计密州教授也是这个品级。虽然二者品级相同，但何力是在京城做官，而秦桧则是到了山东的密州，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做官，以后的发展前途那肯定要比密州教授强得多了。虽然说与何力相比，秦桧是输在了起跑线上，但他也并不是一无所得。他成亲了，嫁给了不是娶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就是现在还跪在秦桧身边的王氏。说起来呢，也有点奇怪，历朝历代有很多的奸臣都遭后人的唾骂，但通常都是毁及自身，没有祸及家人。没有看到哪个奸臣的夫人也在一旁陪绑陪骂。王氏又是何德何能够当此殊荣呢？关于王氏，大家很快就会想到那句成语，叫东窗事发。这个成语的出处呢，是明朝人写的一个故事，是说在秦桧以及秦桧的儿子秦喜死了以后呢，王氏请道士做法。道士后来告诉王氏，他见到了他们父子都在地狱中接受考验，而且秦桧还托道士给王氏捎话，说凡传与夫人，东窗事发矣。传说中是在东窗之下，王氏告诉秦桧，擒虎容易纵虎难，所以秦桧下决心杀了岳飞。这也就是王氏为什么跪在那里的原因。说到东窗呢，我又不禁想到另外一首诗，就是大家熟悉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东窗西窗只是一字之差，但留给后人的意境则截然相反。李商隐的这首诗《夜雨寄北》，以前的名字应该叫《夜雨寄内》，内指的就是他的妻子。这是李商隐在赴任途中写给他夫人的一首诗。李商隐在这首诗中表达了对他夫人的思念之情。他自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再在一起，在西窗下秉烛长谈，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之时的思念之情呢？不过很可惜的是，李商隐的夫人很可能没有机会看到这首诗，李商隐也没有机会能与他的夫人一起在西窗之下共剪烛花。这首诗创作于大中元年的7月份，李商隐的夫人就在当年的夏秋之交去世了。李商隐是在几个月以后才知道夫人的死讯的。巧得很，李商隐的夫人也是姓王，王氏。秦桧的夫人王氏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华阳王氏的后代。他的爷爷王圭是宋神宗时期的宰相，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指相公。所谓三指，指的就是领圣旨、取圣旨、得圣旨，形容王圭为官平庸，只知道上传下达，生生的把大宋朝的宰相做成了传达使的老大爷。宋史对他的评价是，自执政至宰相，凡16年，无所见名。王圭有一个儿子叫王仲山，王仲山就是王氏的父亲。王仲山有一个哥哥叫王仲仪，这两位加上王仲山的一个儿子，也就是王氏的弟弟，当时呢都是在北宋为官。金兵来袭的时候，他们是闻风而降。为什么说是闻风而降，而不是望风而降呢？因为像他们这类的生物，嗅觉通常是比较灵敏。王仲山献福州，王仲仪献元州，王仲山的那个儿子献了洪州。其中王仲山做的是最过分，他不光是献城，而且见了亲人以后纳手便拜，仿佛见到了他的老爸王圭。这三位再加上后来的王氏，生生的把投降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件群体事件。王仲山还有一个姐姐，也就是王圭的长女，嫁给了宋朝的一名官员，叫李格非。李格非与这位王氏夫人生有一女，名叫李清照。所以李清照是王圭的外孙女，王氏是王圭的孙女。这二人呢算是表姐妹的关系。说来也很奇怪，李清照结婚以后一直生活在青州，秦桧供职的地方是在密州。青州与命州都是在山东境内，两地相距并不遥远，而且李清照的夫君赵明诚的老家就是在密州。但即便如此，从李清照的诗词以及笔记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他曾经与王氏家族有过任何联系的记载。再加上后来到了南宋期间，李清照即便是身陷囹圄，他也没有向当时权倾一方的秦丞相求救。由此可见，
李清照与王氏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的冷淡，二者之间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大家知道李清照不光是词写得好，而且也是一位女中豪杰，平生是敢爱敢恨，非常看不上那些对金人屈膝投降、委曲求安的南宋君臣。他日常做事也都是光明磊落，不像秦桧与王氏那样蝇营狗苟之辈。这一点从他的诗作中就能看出来。他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说明在李清照的心中有非常强烈的英雄情节。他一心希望能够有忠臣良将出来重振宋史，所以他写道：南来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王导、刘琨都是东晋时期的人，东晋那个时期也是北方被夷狄所占。王导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那个王导，他帮助司马睿稳定了东晋政权。刘琨可能大家不熟悉，但如果说一句成语叫闻鸡起舞，大家一定就知道了，他就是与祖狄一起闻鸡起舞的那个刘琨。祖狄后来成了北伐将领，而刘琨则是镇守后方的楷模。李清照也看不惯那些被金人吓破了胆的南宋君臣，所以他写道：南来尚怯吴江冷，北受鹰悲易水寒。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南宋的君臣们在中国的南方尚且觉得吴水很冷，那么他们应该不敢去北方，因为那里的易水更加的寒冷吧。这首诗呢，大概创作在建炎的3年4年，那个时候的高宗赵构正在录制跑男呢。所以说呀，李清照与王氏不相往来应该很正常，两个人在性格和政见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完全就不是一类人。这也就难怪到了后世，李清照是站着的，王氏则是跪着的。嫁给王氏以后，秦桧就算是走上了自己的事业的快车道，毕竟此时的他已经成了前丞相的孙女婿，他的仕途后来就是一帆风顺。靖康之变之前，他已经官升到了御史中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夫人王氏以及背后的华阳王氏家族在其中的助力，所以这也就难怪秦桧有点怕老婆，因为他现在取得的一切都是他老婆带给他的。秦桧与王氏结婚以后，并未生有一儿半女，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谁身上呢？秦桧很快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不是我的问题，因为秦桧在外面找了一个妾室，还真生了一个儿子，以此证明我可以的。但王氏很霸道，拒绝让秦桧的这个妾室和他的亲儿子进门，将他们母子二人赶了出去。无奈之下，秦桧只能将他们母子二人托付给了自己一个姓林的好友。这个男孩后来改名叫林亦非，他虽然姓林，但他实际上是秦桧的亲儿子。那如果秦桧没儿子的话，那他后来的儿子孙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是王氏领来的。领来这孩子其实也不是外人，是王氏的弟弟王焕之子。王焕也是在外面找了一个小妾，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和秦桧一样，他家中的夫人也是非常强势，不让这个孩子进门，所以王氏就干脆把这个孩子，也就是他的侄子，领到了自己家里，给自己当儿子。据《宋史·秦桧传》记载，桧还其家以喜见，桧甚喜。就是说，秦桧回家以后，王氏突然把这个孩子带出来见秦桧，说这就是你的儿子。秦桧当时的反应是桧甚喜，当时一定满怀愧疚地对他夫人说，你看我这也没有出什么力，就凭空来了这么一个便宜儿子，真是辛苦夫人了。所以啊，后世有一位秦姓后人到岳王庙的时候，曾经写了2句诗，叫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愧疚，他本来也不姓秦，他应该姓王。八卦完了秦桧，咱们再说说靖康之变以后的秦桧为什么和之前完全是变了一个人。他以前是主战派，为什么到了金朝走了一圈以后，再回到宋廷就变成了主和派，或者叫投降派呢？秦桧在金营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上一期我们讲过，和秦桧一起被掳北上的除了秦桧以外，还有张叔夜，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何力，以及当时另外一名宰相孙富。在北上途中，张叔夜与何力都绝食而死，以身殉国。孙富也被发到了现在辽宁一带的当时的苦寒之地。
他则留在了燕京府。燕京府就是现在的北京，在当时来说也是在城市里。王氏也没有去浣医院工作，浣医院实际上是当时清朝的官方妓院。以前我们讲过，赵构的生身母亲韦太后就曾在这个地方工作过。在燕京府的秦桧很快成了完颜昌的座上之宾，而且半年以后就晋升为完颜昌的参谋军事，这已经算是高级智能人员了。后来完颜昌率军南下攻宋，秦桧被任命为随军转运使，一同攻宋。在攻打楚州的时候，楚州就是现在江苏的淮安，秦桧为了他的新主子，这次可谓是不遗余力。他亲笔写了劝降信给楚州当时的主官。不仅如此，他还动员他在江苏的亲戚朋友各种关系，让他们一起做楚州官员的工作，劝他们早点投降。但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秦桧那样，楚州的全城官兵誓死不降，他们在知州的带领下与金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金兵在损失了2万多人，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堪堪拿下此城。城破之日，楚州的全体百姓不论男女上街与金人搏斗，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场楚州保卫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更少有人提及这场保卫战中的英雄。当时的楚州知州赵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将楚州保卫战的全部内容跟大家详细解说一下，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恳请大家查一查楚州保卫战赵立，这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名字。就在楚州被攻克以后没多久，秦桧就离开了金营，跋涉2000多里地，最终来到了宋庭。转眼之间，他又成了宋朝的官员。据他自己说，他是杀掉了金人的守卫，然后又夺了一条船，才带着一家老小，包括金银财物，历经艰险来到了宋庭。秦桧是怎么回到南宋朝的？关于这一点呢，一直有很多的争议。在南宋宰相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中说，是在楚州城破以后，金人将秦桧用船送到了济南。秦桧在济南那里从他的老丈人王仲山那里拿了5000民铜钱，然后又再次乘船来到了南宋。所以按这种说法，秦桧是被金人送出来的，他并没有杀什么金人的守卫。所谓杀金人守卫这一点本身就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质疑。有人认为，既然秦桧是随金人出生，那么按常理，他的夫人和孩子应该留在金营为质，不可能跟秦桧在一起。还有，如果秦桧一家老小都在一起，还有奴婢的话，那么守卫这些人呢，肯定就不止1名金人的守卫。那么秦桧一个江南的文弱书生，他又怎么杀得了这么多的守卫呢？即使他杀了这些守卫，他带着一家老小，又带着如此多的金银。顺便说一下，秦桧从济南拿了5000民的铜钱，1民铜钱也就是1贯钱，当时是1000文。1000民铜钱本身就已经比较重了，那么大家想想5000民那该有多重？秦桧带着一家老小，又带着这么重的财宝，他们杀了守卫以后向南逃跑，难道金人就这样放任他跑吗？金人的快马难道是吃素的，居然赶不上拖家带口的秦桧一家吗？而且2000多里的路，其中有很多金人的岗哨，秦桧又是怎样瞒天过海骗过这些金人岗哨的呢？那么如果秦桧并不是他所说的逃出来的话，那他有可能是怎么回来的呢？我想不外乎有2种可能，一种是被放回来的，另外一种是被派回来的。这2种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放回来的可以解释为秦桧与当时他的主人完颜昌建立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而秦桧本人又想回归南朝。完颜昌考虑到他们之间的交情，所以就放了秦桧一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秦桧回到了南宋朝。关于这点呢，我觉得不无可能。不过呢，有一个前提，就是秦桧被放了以后，他要去干嘛？如果被放了以后的秦桧会去投效南宋朝，与金人为敌的话，那么大家想想，完颜昌会放秦桧回去吗？完颜昌在金国也并不是一言九鼎，他也有很多的政敌，比如说当时掌权的完颜宗翰。如果完颜昌徇私情，就这样放走了秦桧，让秦桧回南宋效力，对付金朝的话，那么这样的政治风险，完颜昌承担得起吗？他有必要这样做吗？
如果秦桧真的是被放出来的话，那只能是秦桧向完颜昌提出，我不想为金人效力了，我只想回家种地，或者继续当我的教书先生，从此就这样隐居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完颜昌考虑到两人的私人关系，倒是有可能成全秦桧。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秦桧假意骗完颜昌，说我准备辞官归家了，宋朝也好，金朝也好，我两个都不帮，我回家孝顺父母，继续当我的孩子王去。在赢得了完颜昌的信任，或者拿到了所谓的通行文件以后，秦桧顺利地逃到了南宋的地盘，继续为南宋朝廷效力。也就是说，秦桧骗了完颜昌。如果秦桧真的这样做了的话，那么完颜昌与秦桧之间的关系一定交恶。但是从史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秦桧与完颜昌交恶的记载，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那么如果秦桧不是逃回来的，也不是放回来的，那么剩下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是被派回来的。他是带着使命回到了南宋，带着完颜昌的使命。刚才说了，在金朝的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也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完颜昌就是主和派。当然了，这个主和派并不是说希望宋金两国和平，而是希望通过非战争的手段得到一些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此时的秦桧已经是完颜昌手中一枚重要的棋子，所以现在秦桧效忠的是金朝。秦桧并不是一个奸臣，他是一个内奸。那么曾经血气方刚主张抗战的秦桧，怎么就突然变成了一名奸细呢？这样的转变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秦桧曾经主战，与主和派相比，那不过是政见的不同。北宋朝大家知道不杀文官，所以不管秦桧是主战还是主和，他都没有生命危险。而在东京汴梁陷落以后，在秦桧与二弟被掳北上的过程中，秦桧就知道了，这时候如果还坚持主战的话，那么失去的可并不仅仅是官位荣誉，而是他的生命。在这一路上，他肯定已经目睹了很多金人的残暴，他确信如果他还坚持以前的主张的话，那么他将必死无疑。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曾经写过这样两句，叫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就是说，在最危险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气节。此时的秦桧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过他并没有想以自己的忠心换取留丹心的资格，所以秦桧投降并不奇怪，只不过就是因为他没有经过最终的考验，生与死的考验。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以后，当时朝中的很多人对他的突然回归都提出了高度质疑。但是呢，因为有当时的丞相范宗尹以及枢密院士李同为秦桧说好话，秦桧以往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深究和调查。但其实真正保住秦桧的是高宗赵构。想必赵构一定知道秦桧与金朝上层人士的密切关系，这也是赵构正想利用的。他希望通过秦桧达成自己想求和的目的。当时还是建炎年间，那时候主战的力量是占了上风的，赵构从心里还是想求和的，所以秦桧的出现对他来说就弥加珍贵。这也就是为什么秦桧回来以后没多久，在绍兴元年就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一个相当于宰相的职位，这也是秦桧的第一次拜相。不过此时的秦桧并不是后来的独相，宋朝还是实行群相制或双相制，秦桧此时只能算是丞相之一。当时南宋与金人是且战且和，而金人那时候的主战派还是占上风，他们仍然相信完全可以依靠军事力量消灭南宋。金人既然是主战派占上风，那么此时秦桧所主张的和谈就变得步履维艰，因为他的主子完颜昌并没有掌握实际的权力。秦桧的表现让赵构很失望，所以到了绍兴2年，赵构就对秦桧表示出了不耐烦。他抱怨说，拜秦桧为相的时候，他曾经说不出数月当耸动天下，但现在什么也没做出来。而且秦桧上任之初提出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战略，他秦桧是江南人，可以继续留在我们南宋，而朕是出生于东京汴梁，那么又要将朕归于何处呢？当时的直学士齐崇礼就将高宗赵构的意思写入了训词，布告天下，让大家都知道秦桧的奸邪。随后高宗下旨罢了秦桧的相位，
齐崇礼这个人，以前我们提到过，就是李清照在深陷囹圄时，他求助的一名南宋大臣。所以齐崇礼实际上是秦桧的政敌，李清照宁可去求助秦桧的政敌，也不会求助秦桧他的这个亲戚。再以后，赵构还是经常派使者去金朝求和，而此时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金国的掌权者对这些求和的使者是爱答不理，在接见他们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间提到秦桧，或者是说秦桧是一个好人，或者就如完颜昌所说，说我的意思秦桧都知道，你们回去问问他吧。而且在多次场合，金国人都表达了对赵构罢秦桧相位的强烈不满。终于在绍兴8年，一心求和的高宗赵构吞下了自己曾经说过的永不续用秦桧的诺言，重新拜秦桧为相，一直到绍兴25年秦桧去世的时候才离开这个位置。这段时间是北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相。在绍兴8年秦桧再次被拜相之前，南宋与金人是且战且和的，而在绍兴8年以后，南宋朝则是一味的求和，基本上是全盘答应金朝人提出的所有要求。而有意思的是，金朝人提出的各项要求中，有一条是非常重要，占据了合约书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和秦桧当初提出的政策竟然是不谋而合。那么什么是南人自南，北人自北呢？简单的说，就是现在在南宋境内的人，如果你的原籍是在河东、河北、山西、山东，那么你就要被遣返到现在金朝的控制区域。如果你的原籍是在中原，就是河南附近的话，那要被遣返到现在的伪齐政权控制区域。南人也是一样。这个计划看起来是非常公允，南北双方各自是守土安民，但实际上对于南宋来说，这是金人使出的非常狠辣的一招。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有很多的北人，或者是因为不堪忍受金人的民族压迫，或者是因为饥荒，他们大量的向南逃，这个数字是非常巨大的。而相反呢，从南边去北边的人几乎很少。大家也可以想象，人们怎么可能离开富饶安定的南方，而迁到又有战乱又贫瘠的北方呢？所以北下的人远远超过了南上的人。金人手里掌握的那部分南人，其实呢，大部分是金朝在战斗中俘虏的官兵，或者是南宋以前派出的使节。在这之前，南宋派出了大批的使节，但大部分都去而不返，被金人扣留了。这些人现在也成了金人交换的筹码。在当时来说，人口就是资源，所以这种提法对金人来说肯定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金人可以借此恢复行将崩溃的金国和伪齐政权的经济，这是一方面，但这并不是最狠毒的。金人还有2个目的，一个是欲取降服人诛之而惩后，就是杀了那些南逃的人，以惩效尤。其二就是瓦解南宋的军队。大家知道南宋那些著名的将军，比如说岳飞、张俊、刘光世、吴玠等人，他们都是北人，他们下面所统帅的部队最精干的部分也是北人。当时因为北人大量的南逃，这也给南宋的军队的兵源提供了保障。那些离开家乡的北方人加入南宋军队，也是他们一条不错的出路。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要么他们的家园被金人焚毁，他们的家人被金人屠杀，他们非常希望南宋可以收复故土，所以这些人的士气和战斗力非一般的南人可比。这些人也自然成了南宋军队的骨干。如果这些人都被迫遣返的话，那无异于是自毁长城，南宋的军队等于是无条件投降了。这个提议并不是秦桧的首创，在建炎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高宗赵构刚刚签约浙江卫视，开始拍摄《跑男》，那个时候金人就向赵构提出来了，只是提法不同而已，也是让赵构遣返那些南逃的北人。然后在几次的南宋与金的谈判中，金人又多次提出了这一点。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秦桧提出的这是一个有利于南宋的提议的话，那么为什么最早是由金人提出的呢？除了上述以外，这个提法还有一点更为阴毒，就是他人为的将以前整体的中国人划分出了2部分，一个是北人，一个是南人。同时他也利用了当时北人与南人之间的矛盾。
当时北人大量南逃，都逃到了南方，为了争夺资源，这自然与当地的南方人产生了一些矛盾。这个提法也就是利用了这个矛盾，并且将这个矛盾扩大化，人为的造成了北人、南人的分裂。这项政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后来元朝，蒙古人也利用了这个方法，蒙古人也将中国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北方的汉人，一部分是南人。南自南，北自北这项政策在绍兴和议签订以后，最终还是实行了，而且这是双方合议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合议书签订以后，赵构给金人上的誓表中，关于北人自北的内容占了整个誓表的1/4。由此可见，这是当时金人非常看重的。由此我们也就知道秦桧到底是站在哪一方的，秦桧的用心又是如何的歹毒。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不解，秦桧毕竟是南宋的宰相，如果南宋完了的话，对他能有什么好处？殊不知南宋的军政力量越削弱，越需要讨好金人，向金人求和，那么就越发的依赖秦桧，秦桧的地位就越发的稳固。而且秦桧还背靠着金国人为他撑腰，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挟鲁士以邀军。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年完颜昌派秦桧南下的使命之一，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最后南宋与金人终于达成了绍兴和议。在绍兴和议的正式文本中，竟然有一条非常奇葩的内容，就是金人提出无罪不可废相，这就是以两国合约的形式保障秦桧的相位不倒。这应该可以被视为金朝的统治者对秦桧这些年忠心的极大肯定吧。一向温和的朱熹曾经说过，呜呼，秦桧之恶上通于天，万死不得已赎。秦桧的恶可谓罄竹难书，当然也不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能够讲完的。关于秦桧与岳飞、秦桧与赵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下一期中还会做更多的解读。今天我们只希望能够搞清秦桧的身份。有人说秦桧是主和派，但其实南宋时期的主和派并不是这个样子。主和派并不是想投降，只不过希望国家能够得到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还有人说秦桧是投降派，我觉得也不是。投降派最起码他首先应该是南宋的臣子，然后投降于金朝。他名为南宋之臣，实际上是金人的内奸。如果他真的是什么派的话，只能说他是被金人委派。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